而现在在无数神奇的目光注视下，那躺在广场上的2道身影气息极其的微弱，身上可以看到诸多严重的伤势，鲜血也都是不断的直流。看来刚刚那大范围的能量冲击下，他们2人皆是没有成功的逃离，就连萧炎所施展的幻虚空间都被瓦解。此时的世界已经是真实的世界之中，不过这一系列的画面皆是被天意神君看在眼里。刚刚他便是感觉到空间碎裂的声音，但实则是幻虚空间碎裂，回到了真实的世界中。虽然没有多大的变化，可是还是被天意神君发现了不同之处。而且刚刚那令萧炎体内充满着不弱于李龙的诡异力量也彻底的消失不见，怕也是与这空间碎裂声音有关。也就是这一发现，让天意神君更加的了解到萧炎的不凡之处，这肯定是用了什么秘法，能够制造出与真实世界一样的秘法，怕不是普通的秘法。如果他所猜不错，应该就是幻虚神火的幻虚神技无疑了。想到这里，天意神君对于萧炎身上的幻虚神火已经起了掠夺之心，心里想着萧炎才仅第3序列神的实力，竟然就能够与第1序列神巅峰的李龙交手，并且还是2败俱伤的程度，这神火的力量也太可怕了，难怪会让无数神奇都垂涎的大咒神物。如果自己成功炼化这神火，届时将会在神器联盟中得到更多的神之资源，就连权位怕是也会得到更高的提升。小子，你的神火我会帮你看顾好的，现在让你多躺会吧。天意神君暗想着，届时等着招揽神会结束，他便会出手。这里可是天神山，神奇联盟的管辖区域，所以萧炎算是成了他眼中的瓮中之鳖，任人宰割的结局了。萧炎与李龙的一战竟然双双出局，这让的天神山之主极为的震惊。原本以为李龙将会是这一届招揽神会的第1名，结果现在那2人皆是躺在了擂台之外，这着实让的他在震惊的同时有些恼怒。萧炎兄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就连海天宗的少宗主李龙都败了。而此时第3组的剑圣葛伦一剑挥出，极强的剑意直接洞穿虚空，直射对面的几道身影。那几道身影也是被这一股剑意击退。看样子第3组的胜利者将会是葛伦，不过他现在的目光泛起一丝可惜之色，看了看萧炎那重伤的身躯，随后也是无奈的摇了摇头。而刚刚李龙最后爆发出来的攻势，怕是他自己都无法接下，就已经重伤其中了。然而萧炎却是能够硬抗住，这就表明萧炎的实力已经比自己更强了。他们都出局了，那么这一组的获胜者就没有了。不少人惊呼出声，不过同样被这一场战斗给震撼到了。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第3等级世界来的萧炎能够击败前10神势力之一的海天宗少宗主。然而原本与萧炎一起对抗李龙的那4名第1序列神奇，也是被萧炎的实力所震慑。虽然最后没能获得晋级前10的机会，不过这一场战斗却是非常的精彩。如果让萧炎再成长起来一些，怕是李龙都在其手中走不过几回合了。此子身怀2种火焰，其中1道还是神火，果真是万年都遇不到的神之天骄。4名第1神也是带着一丝遗憾的同时，也一直夸赞萧炎的不凡。见到萧炎最后施展的幻虚炎神也没有成功晋级，不远处的灵动也是沉默了一声，但可以看出灵动牧尘此时的心情也不是很好。萧炎与他们相识那么久，从下未眠晋升大千世界，成为大千的巅峰传奇，共同抵御域外邪族，直到现在一起飞升第1等级世界，为的就是通过招揽神会晋级前10名，获得能够加入神奇联盟的资格，届时就能够获得更丰富的神之资源，让自身的修为达到更高的层次领域。然而现在萧炎的出局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件极为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因为这出局就代表着一件失去加入神奇联盟的资格。就算萧炎飞升第1等级世界，也只能靠着自己一步一步的向前走，虽然也能够提高修为实力，但却是没有与在神奇联盟那般快速提升了。而想要在神之路提升一丝修为，不仅仅需要磅礴的神怨之气，还需要很多其他能够提升修为的其他资源。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见到萧炎出局后，并没有因为萧炎所展示的强大力量所震惊。灵动、牧尘，小心！此时吞吞与天星主的声音急促传来，听到他们2人的声音，灵动牧尘当即回过神来，只见到他们的跟前已然有着数道身影，催动全力的一掌击飞了灵动和牧尘2人。在这个时候了还分心，简直就是找死。其中一名男子大笑一声，显然对于这关键时刻他们还分心，这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机会。虽然灵动这一组没有第1序列神，但6名第2序列神的联手之下，对战实力仅有第3序列实力的灵动竟然都不分上下。而且灵动那9道祖符的力量不停的切换间，就连这6名第2神都无法抓住灵动的真身，将其击败。然而现在则是能够抓住这个空档加以反击，并且还不给灵动牧尘的反击机会。一瞬间他们6道身影电光火石般的出现在倒飞出去的灵动后方，再度催动第2神力，直接对准了灵动的身躯，狠狠地拍出。这由6名第2神联手全力出击的力量，就算是灵动也感受到背后一凉，当即眼眸一动，催动了空间祖符的力量。而他们见到快要得手时，灵动的身影却是消失在他们所攻击的范围内。什么？他们的强大攻势直接轰爆了虚空，但是却没有击中目标。然而在他们的身后空间传来灵动那极其平静的声音：想要击杀我灵动，怕是想的太多了。既然萧炎那边已经结束，那么这一场的比赛我们也该结束了。灵动的话音落下，
释放出磅礴无比的第3序列神力，在其体内彻底的爆发，然后则是涌入9道祖符之中。旋即，灵动的双手归拢，将9道祖符投入其中。只见在其掌心之上，仿佛有着一片星空绽放，神秘瑰丽，形成了一片星空世界。诸多力量在其中完美的汇聚融合，隐隐约约的蕴含着神秘莫名之威。很快，灵动的手掌也是在这一刻抬起，只见的他的掌心上方形成了一片星空世界，其内星辰无数，完美融合了9道祖符的全部力量。逆转大乾坤，灵动屈指一弹，星空升起，直接对着那6名第2序列神这片星空笼罩而去。那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与威能，只要被吞噬之中，就足以毁灭一切万物的神秘强大之力。所有人都是看见了，灵动这施展的一招被扔出后，整个虚空都是在不断的扭曲起来，犹如是来自宇宙深处的神秘力量一般。散发出的力量令6名第2神都感到的极为危险的气息。不过既然对方已经出手，那么他们也不可能等着被对方的攻势击中。既然横竖都要败，那么就与之平了。心里还想着，仅仅是第3序列的实力而已，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来不成？一团乾坤星空已经出现在他们的不远处，那玄奥无比的星空似乎是黑洞一般，就要将他们吞噬其中。不用慌，大家一起施展全力。随着其中有一位带头的男子出生后，其余的第2神也是恢复了平静，催动自身全部的第2序列神力，直接施展出他们最强的神迹之力。他们的周身散发出一团极强可怕的神之力量，最后也施展出了6道不同的神迹。6道神迹同时被轰出，直接与那逆转大乾坤的星空相撞在了一起。巨大的涟漪则是不断的扩散，最后直接是碾碎空间一般，形成了巨大的风暴，将整个擂台的台面都是笼罩而尽。随着萧炎的落败后，擂台上的那些参赛者也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各显神威。所有人的目光与视线此时被灵动这边的巨大攻势所吸引，紧紧地望着那风暴之中。不过他们的视线已被那风暴干扰，无法看清其中的情势，但依旧没有转移开来。灵动同样来自第3等级世界之人，与萧炎同一个世界，想必其天赋和实力也不会弱于萧炎。而他一人对战6名第2序列神，不知能否抵挡住对方的联手攻势，也不知道持续了多久。那风暴也终于是开始有所消退，最后渐渐的尽数散去，而无数道目光也是第一时间投射而来。风暴退散后，擂台上的情况也迅速的变得清晰。而当众人看清楚那下位面此时的情势后，也是忍不住的倒吸一口冷气。只见的那6名第2神的身影竟然全部倒地，可以看清楚身上有着非常严重的伤势，而且都是不同属性的强大攻势，有被雷霆之力攻击过的，也有被寒冰之力攻击过的，火焰攻击过的。这就是9道祖符的不同属性力量。灵动能够将9道祖符的力量融合，彻底爆发出9道祖符的全部力量，施展出逆转大乾坤。就算是6名第2神联手的攻势都会不敌，这就是祖符的可怕之处。但灵动也被对方的能量冲击波及中，也受了一点伤势，不过并不是那么严重。此时的灵动缓步走到6名已经重伤的第2神面前，没有说任何一句话，直接催动神力，一掌拍出，当即这6道身影在那极为不甘又震惊的目光下，彻底的飞出了擂台外。这一组灵动则是顺利的晋级了。不过还没等众人在这震撼中回过神来的时候，另一处擂台上也散发出了一道极其可怕的五彩之光。那里的虚空中竟然有一道万丈高大的原始法身，而这一座原始法身乃是催动5座原始法身融合后所诞生出的新法身太初世界体。而在牧尘的对面，则是有一位身上释放出超越第2序列神的一股神之气息。你小子竟然能够将5座原始法身融合一体，真是让我都有些大开眼界。不过就凭你这座合体法身就能赢我？这位半步第1序列神的男子开口淡淡道。对于太初世界体的力量，对方似乎也并没有很忌惮。牧尘的声音立于太初世界体的眉心处，也的确被对方说中。就算融合了5座原始法身，也不可能击败一名半步第1序列实力的对手。该如何击败他呢？牧尘喃喃道，但目光这是俯视在那道身影之上，遥遥的相互对峙着。牧尘这一组此时只剩下2人，其余人已经全部被半步第1序列神击败。然而与牧尘也对战了数百回合，结果牧尘所施展的招式竟是让他有些头大，修为比自己差，却是能够越级挑战他。这一届的招揽神会来参加的3名第3等级世界之人，个个都不是善茬，实力将然能够如此的强悍。但牧尘也同样陷入持久的苦战，刚刚已经施展太初世界体的招式，竟然也没能够取到优势。在思索间，牧尘的灵光一闪，顿时双眼一眯，似乎想到了什么一般。如果想要击败半步第1序列神，太初世界体的力量还不够，既然还不够，那么再将万物生化身的原始力量融入其中。但如今牧尘修行了一气化三清，只能融合5座原始法身，如果获得一气10神化，那么想要融合万物生化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有什么办法？牧尘的脑海中飞快地运转着，想要击败半步第1序列神，就必须融合万物生化身才能够击败，不然就会徒劳无功。原始法身、法身、法心之眼，这4字瞬间出现在牧尘的脑海中。此前寻找第6座原始法身的时候，就是靠着法心之眼的神秘力量才得知万物生化身的具体位置，不知道是否能够利用法心之眼将万物生化身的原始力量融合太初世界体之中呢？为了见证，牧尘也没有墨迹，
直接在自己的眉心处召唤出一只金色眼瞳，而这金色眼瞳一出现，牧尘的视野便是能够看到很远的距离。同时此刻他与原始法身之间似乎能够感应到彼此一样。你竟然开启了法心之眼！一道声音从万物生化身内传来，牧尘也是一愣，原始法身竟然可以说话，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见到牧尘那疑惑的脸庞，又是一道笑声传来。只有你开启法心之眼，我们之间才能够如你们人类一般的沟通。所以目前先解决掉眼前你的问题，等日后你有什么疑惑的问题还问我也不迟。既然能够开启法心之眼，那么我也便帮你一把。不过想要我这座原始法身与太初世界体融合到是不可能，而我可以将自身的原始力量融于太初世界体之中，虽然无法达到完美的融合力量，让你击败半部第一序列神的对手倒是绰绰有余。你现在将我的原始法身催动后，通过法心之眼再将我的原始法身灌入太初世界体内，你再施展刚刚那一招，威力将会提升数倍不止。虽然牧尘心中有疑惑，但为了能够尽快击败对手，也只能先听从万物生化身了。牧尘双手一变，直接将万物生化身召唤而出，万丈大的另一座原始法身便是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什么？这小子竟然还有一座原始法身？半部第一序列实力的神奇，怎么都不敢相信。牧尘还有一座原始法身，刚刚已经融合了5座原始法身，难不成他还想融合6座原始法身不成？对于原始法身的来历，他也是有所了解。这乃是大纣的神物之一，而修炼法身之人或许在大纣都很少见，但是修炼原始法身之人更是大纣的唯一。不用想也知道，牧尘接下来想要催动这么多的原始法身之力，彻底的击败对手，而半部第一神也不会坐以待毙。既然对方已经拿出杀手锏，那么自己也只能全力以赴了。他就不相信自己半部第一神的实力会抵不过这位仅有第3序列实力的牧尘。虽然他有6座原始法身加持己身，但他不会有所惧怕。同样的，他也有自己的底牌。此时牧尘利用法心之眼，已经将万物生化身的原始力量尽数的融入太初世界体之中，而随着原始法身的融入后，太初世界体的5色之光便是再度耀眼了起来，而且周身的气息竟是提升了数倍之多。如此一幕，竟是让的不少人暗自咂舌。原本还以为只有那萧炎的小子很强，结果还有刚刚成功晋级前10的灵动。此时的牧尘也同样散发出比之前更加可怕的原始力量，自那太初世界体内喷发，着实令得元台上的天翼神君和天神山之主皆是一脸惊讶。不过还没能他们说什么，牧尘的嘴角一动，将太初世界体的力量彻底施展而出。6组化魔环，原本5色光环之上，再度浮现出了第6种颜色的光环，光芒绽放间，隐隐间仿佛是显露出了6座古老的原始法身，灵光凝聚，形成火焰般的灵光，直接对着半部第一神浇灌而下，所过之处的空间都被融化了一般，显得虚浮扭曲起来。面对如此强大的一击，半部第一神也将自身的神之力量圆转到极致，双手抬起，将神力凝聚。他的头顶上空在下一刻便出现了一道被凝实的巨大魔兽，他龇牙咧嘴，带着一声咆哮之声响彻天地，周身的神力疯狂的咆哮，空间震荡而起，这股力量足以重创同样半部第一神的对手。神技巨无兽。话音落下，巨兽直接朝着那6色的灵光处奔跑而去，就连虚空都被巨兽的巨爪抓碎一般，浮现出一丝丝裂纹。巨兽与6色灵光碰撞的瞬间，顿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庞大身躯上的那神力光芒也在6色灵光的浇灌下变得暗淡，犹如是被融化一般。察觉到巨兽的变化，那半部第一神也不敢怠慢，一声低吼，将自身所有的力量释放到极致。那原本被融化的巨型魔兽再度荧光暴涨，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众人震撼于双方间的破坏力，但紧接着立即投向牧尘所在的地方。只见得在那虚空中，他的身影站在太初世界体的眉心处，并且一些实力强悍的神奇，便是发现此时的牧尘竟然拥有了3只眼睛。如此诡异的一幕，让不少神奇都倒吸了一口冷气。2股力量持续不到片刻之后，6色灵光以及巨兽在极致的相互吞噬下，彻底的爆炸开来。所有神奇都是望着这一幕，一股寒意顿时涌上心头。这叫牧尘的参赛者竟然能够施展出如此骇人的原始力量，并且成功抵御住了半部第一神的攻势。不知道最后他们2人谁胜谁败。随着爆炸后的能量冲击波越来越淡后，无数道视线便是骇然的见到，刚刚那道神迹巨兽的身躯上有着裂纹浮现，最后直接是砰然碎裂开来。半部第一神的身躯也是在此时猛地一颤，腿脚一抖，瞬间虚弱的跪在了擂台上，他的唇角处鲜血直流，身上还有着一道被6组化魔环的威力击中，极具严重的伤势浮现而出。整个世界仿佛都是在这一刻寂静无声，不过他们的内心则是感到震撼，怎么都没想到半部第一神竟然也败在了下等级来的参赛者手中。如此而来，萧炎、灵动、牧尘3人所展示出来的实力实在过于强大，除了萧炎没有晋级，灵动与牧尘双双进入招揽神会的前10名额。而那位半部第一神此刻面色苍白如纸，他伸出手掌缓缓地抹去嘴角的血迹，颤颤巍巍的道：真的是没料到我竟然会败于你手，
说完，他再也坚持不住身上传来的疼痛，便是晕了过去。虽然牧尘赢得了最后的比赛胜利，可是也是相当的艰难。要不是这一次利用法心之眼将万物生化身的原始力量融入太初世界体中的话，恐怕出局的应该就是他自己了。见到对方彻底失去了战斗的意识，牧尘也是疲惫的瘫软在了擂台上。他喘着粗气，很显然刚刚的对碰下，他也受到了对方神迹之力的冲击，也受了伤，但没有对方那么严重而已，算是险胜了对方。瞬间被重创的感觉爬满全身，最后鲜血一口喷出，那狼狈的身影也在这一刻倒飞了出去，摔在了擂台上，还拖行了很长一段距离。最后在擂台的边缘缓缓停下，一股极度虚弱的感觉进入吞吞的大脑。第二序列神的吞吞在对方那神器加持的攻势下彻底的败了。那半步第一神的身影在吞吞那半眯的眼皮下出现在其跟前，显然也没有想到祖韬神体会如此厉害，在神灵之手加持的状况下，竟然还抵挡住了2道银龙攻势。如果刚刚自己有所保留的话，或许就败在吞吞的手中了。还好他没有轻敌吞吞的实力，不然吃亏的就是他自己了。吞吞也出局了，无缘晋级前10名额。突然，天星主的那处战场再度发生巨大的轰炸声，2道身影便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倒飞出去，速度很快。显然在最后的能量对抗中，天星主和那第二序列神阶是受到一样的能量冲击，最后他们并没有飞出擂台之外，都是摔在了擂台的边缘处。最后由于重伤严重，皆是昏迷了过去。这一组他们算是平手，并没有出局。不出意外的话，天星主与那名第二序列神应该成功晋级前10名额。与此同时，其他组也都纷纷进入最后的阶段。恐怖的神力弥漫而开，皆是有着参赛者不断的出局，有些参赛者不断的晋级。经过半日时间的激战，这前10名额也终于诞生了。顿时之间，天神山内便是响彻起了极为鼎沸的声音。随着招揽神会接近尾声，所有人都开始欢呼喝彩，因为接下来能够成功晋级前10名额的，就能够有机会加入第1等级世界巨无霸般的神奇联盟。而此时，擂台上空的那圆台处，天神山之主和天翼神君也是缓缓起身，目光扫视了广场外出局的那些参赛者，以及擂台上那10道身影。天神山之主上前一步，摊开双手大喊道：“这一届的招揽神会完满结束了，恭喜最后晋级的10名优胜者，以及那些出局也不要气馁，多加练习，等到下一届招揽神会的举行，说不定还是有希望的。”天神山之主在恭喜那10名优胜者的同时，也不忘安慰那些已经出局的淘汰者。他那高昂的声音顿时传荡开来，一时间，整个招揽神会的现场气氛都是被其带动了起来。鼎沸的人声如同海浪一般，一波接着一波，彻底的被点燃了起来。然而，在擂台上的那10道声音，没有萧炎和吞吞，不过他们此时也在这巨大沸腾的声音之下醒了过来。虽然伤势严重，但不要忘了，萧炎乃是一名炼药师，而且其炼药术更是达到了药仙层次，当即也从那戒中拿出了2枚高阶疗伤丹药，和吞吞一起服下，开始盘腿而坐，催动神力，将其中的药力达到最佳的效果。而那名海天宗的李龙在，则是恶狠狠地盯着萧炎那处，那狰狞的表情，恨不得都想要将萧炎吃了。原本自己能够晋级前10的机会，竟然被这名来自下等级世界之人给击败，导致又无法晋级。如此一来，他想要加入神奇联盟几乎是无缘了。就算是击杀了萧炎，都难以弥补他的损失。毕竟神奇联盟的资源，无论是哪一方神势力，都想要加入。可是这一计划都被萧炎打破了，也因此，萧炎已经在李龙的必杀名单之中，日后必定要让其加倍奉还。今日之事，起尴尬之色，心中悔恨，自己似乎做了一件非常羞耻的事情，脸颊微微泛红。恭喜前10优胜者，他们分别是第10组来自第2等级世界参赛者天心，以及第1等级世界参赛者天宗的天理峰，2人平局，一同晋级。第9组来自第3等级世界参赛者林动，展现强大的祖符力量，击败9名参赛者，成功晋级。天神山之主的声音再度传出，其眼光也正打量在灵动的身上，其眼神之中皆是浓浓的赞赏。对于灵动的实力，就算是天翼神君也是非常的赞赏。第8组第1等级世界参赛者玄武宗的玄体成功晋级，玄体以极为强大的肉身力量获得最后的优胜。第7组第1等级世界参赛者云灵宗的灵晋，靠着神境灵魂的力量成功晋级。天神山之主的此话一出，也让广场处还在疗伤的萧炎眼皮微微一动，暗自想着，没想到还有比自己更强大的灵魂修为。不过想到第1等级世界的云灵宗，也是再正常不过了。其神势力宗派主修灵魂力量。第6组第1等级世界参赛者烈炎宗的魁梧子成功晋级。第5组第1等级世界参赛者乾隆宗贾墨成功晋级。第4组来自第3等级世界参赛者沐尘，其天赋卓绝，展现原始力量，彻底击败对手，成功晋级。
对于牧尘的实力，天神山之主以及天翼神君也是满意的点点头。第3组第1等级世界参赛者剑神宗剑圣葛伦，以对剑道的极深造诣，无人能挡，最后成功晋级。这名剑圣的天赋和实力堪比环海天宗的李龙，所以晋级当之无愧。接下来这第2组第1等级世界参赛者是魂宗魂秀，以神秘独门功法重创其他参赛者，成功晋级前10名额。天神山声音落下之际，也将目光投射那名身穿黑袍身影，似乎此人给他的感觉竟有些心悸之感。而此时，有着无数人的目光也都望着那叫魂秀的男子。噬魂宗，一想起这个名字，所有人都有些打自内心的震惊，因为噬魂宗乃是所有神势力之中排名前3的强大存在，甚至其底蕴远远强于剑神宗以及海天宗。但是在噬魂宗之中，这魂秀的名字还是第一次听过，而且竟是如此厉害的神奇。至于第1组，很遗憾，虽然战斗极为的精彩，不过萧炎和李龙2人皆是双双出局淘汰。说到这里，天神山之主的话语中明显有着无奈和可惜，但其无奈可惜的不是萧炎，而是李龙。